你明明拥有世上罕见的天灵根，可各大宗门却无一人愿意收你为徒，只因你觉醒的灵根竟有着10种以上的属性，而灵根属性越杂，修炼就越困难。像你这种情况，别说是筑基，就算想要突破个炼气1层都难如登天。这也导致你经常被村中的小混混欺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你是千年难遇的变异天灵根，不仅修炼速度毫无瓶颈，甚至连炼丹化符以及布阵也是一点就通。可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炼所耗费的丹药也是普通人的数倍。然而正当你为此发愁时，一个散发着黑色光芒的葫芦赫然出现在了你面前，一股恐怖的吸力从葫芦传来，疯狂地吞噬着我体内的法力，我想甩都甩不掉。我惨叫一声，整个人瞬间被吸入一个诡异的空间。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置身于骸骨堆积如山、遍地都是红色的痕迹之中。在我面前，无数残骸堆积如山，一个黑袍人正站在山巅，他抬手一挥，千万残骸瞬间悬浮而起。紧接着，他催动手中那个一模一样的黑玉壶，骷髅头张开大嘴，将所有残骸尽数吸了进去。残骸消失后，黑袍人再次挥手，无数彩色光点从葫芦口喷出，落在荒凉的大地上。转眼间，绿草茵茵，此际的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已经原认主炼妖壶，重振我幽冥殿之威。一道滚滚魔音在我脑中炸响，震得我头痛欲裂。下一秒，我猛地惊醒，发现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而那个黑玉壶就静静地躺在我身边。已经原认主炼妖壶，幽冥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葫芦绝对是个宝贝。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咬破手指，将一滴红色的液体挤在了葫芦上。呼呼呼，黑玉壶发出一阵阴森的呼啸，随即紫光大盛，光芒散去后，我感到自己和这炼妖壶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仿佛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心念一动，黑玉壶便缓缓悬浮起来。砰砰砰！就在我研究炼妖壶时，粗暴的敲门声响起，还伴随着王莽的叫骂：“秦羽，给我滚出来！”我眉头一皱，收好炼妖壶，拉开了门，门口站着的正是王莽和他的狗腿子赵三。来干嘛？我冷冷地问。你说来干嘛？昨天上师给你的影气诀，赶紧给小爷交出来！你这种废柴也配修仙？王莽恶狠狠地威胁道。我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眼神冰冷刺骨。我缓缓抬起手，掌心对准王莽的胸口，蓝色的电光隐隐闪烁，滋，一道贴身奔雷咒精准地击中了王莽的胸口。啊！王莽惨叫一声，肥胖的身躯倒飞出去，胸口一片模糊，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声息。啊！赵三当场吓傻，双腿一软瘫在地上，一股尿骚味传来。我嫌恶地皱了皱眉，毫不犹豫的又是一发奔雷咒，送他上路了。一大早的，吵死了，打扰我修炼。我看着2具倒下的身影，心跳的厉害，但上却异常平静，了结都了结了。我深吸一口气，突然想起了炼妖壶，于是我掏出怀里的黑玉壶，对准了2具残骸。刹那间，炼妖壶发光，2具残骸缓缓缩小，被吸了进去。片刻后，葫芦口白光一闪，喷出2粒晶莹剔透的元丹。这玩意儿能干嘛？我好奇的拿到鼻子下闻了闻，没什么味道。为了稳妥，我抓了只土鼠做了实验。第二天，我去看那只土鼠，好家伙，竟然一夜之间胖了1圈。我顿时欣喜若狂，这元丹绝对是大补之物。我兴奋地试验了一下，发现炼妖壶不能吸收活物，只能吸收残骸。没关系，这已经足够了。正当我准备吞服药丸时，王莽的老爹王阔找上门来：“秦小子，见过我家莽吗？”他焦急地问。见过，我平静回答。他在哪？阴曹地府。话音未落，我抬手又是一记奔雷咒，送他去跟儿子团聚了。第二天，全村的人都围在我家门口，王莽的老娘和赵三的爹哭天抢地，指着我大骂。老村长颤颤巍巍地问我见没见过他们，他们都没了。我直截了当地说，王莽和他爹还有赵三都被我解决了。什么？村民们一片哗然。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家伙，我跟你拼了！赵三的爹抄起一块石头就朝我冲来，我不屑地抬手，滋的一声，又一个身影倒下了。他已经是上尸了。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村民们顿时作鸟兽散，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害我丈夫儿子，我跟你拼了！只剩下王莽的老娘疯了似的扑过来找打。我眼中寒光一闪，也送他上了路。将这几具残骸都喂给炼妖壶后，我得到了更多的元丹。从那天起，我的小木屋成了村里的禁地。我盘坐在床上，拿起一颗元丹放入口中，药丸入口即化，一股精纯至极的灵气瞬间涌入我四肢百骸，根本无需炼化，直接就能转化为法力。我欣喜若狂，这修炼速度比正常打坐快了何止10倍。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残骸，不是源源不断的元丹，我的修为岂不是能1日千里？我看着剩下的几颗药丸，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我的修仙之路才刚刚开始，我修炼异常勤奋，短短半年时间就将影气诀练到了第3层，那6种低级法术也已经烂熟于心。为了更快的提升修为，我必须好好利用炼妖壶，这意味着我需要更多的元丹，而元丹只能靠炼妖壶拿残骸来炼。这天清晨，我独自一人上了清风山，这还是我头一次正儿八经的上山。以前只敢在山脚下钓鱼，如今我已是炼气3层的修士，对付些寻常野兽不在话下。吼！没走多远，一声兽吼传来，我心头一紧，只见一只通体漆黑的大黑豹从树上跳下，挡住了我的去路。它龇着牙，流着口水，二话不说就朝我扑了过来。我不慌不忙，心中默念法诀，一层金光瞬间将我护住。砰的一声，黑豹一头撞在金刚罩上，任凭它如何撕咬，都徒劳无功。我轻笑一声，抬手便是一道奔雷咒，滋的一声，电光直接射穿了它的脑袋。确认四周没有危险后，我麻利地掏出炼妖壶，将黑豹的残骸吸了进去。接下来的大半天，我穿行在山林深处，豺狼虎豹遇到不少。要是换做以前，我早就成了他们的盘中餐，但现在他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每一个照面我都能用法术轻易结果了他们。下午时分，我已经喂给炼妖壶上百只野兽了。我找了个隐蔽的树洞，盘膝而坐，开始恢复消耗的法力。一想到回去后就能收获大把的元丹，我心里就美滋滋的。砰砰砰！就在这时，几声剧烈的爆炸声从不远处传来，还伴随着法力波动，有修仙者在打斗。我按捺不住好奇心，悄悄地摸了过去。等我赶到时，打斗似乎已经结束了，现场一片狼藉，树木被烧得焦黑，地上一具倒下的男性残骸。不远处，一个青衣女子浑身是伤的趴在地上，气息微弱。她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艰难地开口：“这位仙友，还请出手相助，小女子必有重谢。”我走到她身边，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道奔雷咒，滋滋滋！啊！
青衣女子发出凄厉的惨叫，眼中满是惊恐与不解。她到最后一刻都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会如此手段果决。我松了口气，之所以了结他，是因为我早就看中了他身旁那枚闪着灵光的残月轮，这东西应该就是法器了。我尝试着用控物诀操控飞，果然那残月轮听话的飞到我身边盘旋起来，我心中一喜，总算也是有法器的人了。接着我毫不客气的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很快我搜出了一本名为《耐灵诀》的功法，30块散发着灵气的白色晶石，还有一本逍遥子游记，这些都先收着，回去再看。当然，这女修的残骸也不能浪费，我直接用炼妖壶把它吸收了。修仙者的残骸炼出来的元丹，效果肯定比野兽强得多。处理完女修的残骸，我又走向那具黑袍男子的残骸，他腰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我一把扯下打开，里面装着20块白色晶石，还有一沓符纸、符笔、符墨，以及一本基础符典和另一本耐灵诀。这方形布袋不错，以后就归我了。至于男子的残骸，同样成为了炼妖壶的养料。确认没有遗漏后，我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又在山里收拾了几个时辰的野兽，直到傍晚，我才提着3只肥硕的野鸡下山。家里的米吃完了，得去村里铁牛的米铺换点吃的。然而我刚一进村，村民们就像见了鬼一样，尖叫着四散奔逃。眨眼间，热闹的村道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好笑的摇摇头，同样是上师，他们对玄天宗那俩家伙毕恭毕敬，对我却怕成这样。我径直走向铁牛的米铺，门关得死死的，我神识一扫，就发现铁牛正躲在里面瑟瑟发抖。出来！我喊了一声，没动静。再不出来，我把你这铺子烧了！我不耐烦的威胁道。别！上师大人饶命啊！铁牛哭丧着脸，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以为我是来找他算账的。我无语的翻了个白眼，给我拿2袋大米。铁牛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的扛出2袋米。我把野鸡往桌上一放，扛起米就走了。回到家，炖了一大锅鸡汤，饱餐一顿后，我开始盘点今天的收获。炼妖壶喷出上百粒元丹，其中有2粒光芒璀璨，灵气异常充沛，显然是那2个修仙者炼成的。我将元丹收好，又拿出那2本耐灵诀，结果让我大失所望，这2本功法都只记载到第8层，还不如我的隐气诀。不过那本逍遥子游记却让我大开眼界，这是一个筑基期散修写的游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修仙界的各种常识，从修行境界到功法符箓妖兽，包罗万象。炼气筑基结丹元婴，一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看完了游记，我又拿出了那些白色晶石，原来这玩意儿叫原石，是修仙界的硬通货。我数了数，现在我也有50块原石了。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那本基础符典，书中记载了10几种符箓的画法，我看得心痒痒，当即便拿出符纸符笔，决定是试手。我从最简单的安神符开始，按照书上的步骤沾上符墨，注入法力，一笔一画，一气呵成，不到1盏茶的功夫，一张闪烁着微光的安神符就画好了。这么简单，书上不是说画符是个精细活吗？我不信邪，又接连画了火弹符、金刚符，没想到竟然张成功。10几张符箓画下来，我除了法力消耗有点大，简直不要太轻松。看来我在画符上还真有点天赋。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吃喝拉撒就是修炼。元丹吃完了，就去清风山猎杀野兽炼丹。1年时间转瞬即逝，我的修为也突飞猛进，成功达到了炼气10层。但最近我发现野兽炼出的元丹效果越来越差，修炼速度也慢了下来。我猜测是因为我的隐气诀只有10层，功法不全。为了不耽误修行，是时候离开这个小村子，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临行前，我最后一次来到爷爷的坟前，烧了纸钱，撒了酒。从此以后，我便是真正的孤身一人。求仙问道将是我唯一的路。施展乘风诀，我一路向北，朝着楚国京城而去。路上遇到不开眼的马贼，我直接用残月轮解决了他们，顺便得了匹马代步，还搜了些银子。1个月后，我来到了一片名为落云山的巨大山脉前。游记里说这里有妖兽出没，我心里盘算着，不知道用妖兽炼丹效果会如何。在山脚下的落云小镇，我找了家客栈住下。第2天一早便直奔落云山。刚进山林没多久，一道紫色毒液就朝我射来，我险之又险地躲开，定睛一看，是一条5、6丈长的紫色大蛇，一级妖兽紫纹蛇，它实力不过相当于炼气7、8层，我根本不惧。几个回合后，我的残月轮便洞穿了它的脑袋。落云山的妖兽果然比清风山多得多，也强得多。我一路猎杀，也遇到了几个同道修仙者，但大家都是互相警惕的看一眼，然后匆匆离开。到了黄昏，我猎杀了足足50只妖兽，这才心满意足的返回客栈。我迫不及待地取出炼妖壶，50颗妖兽元丹到手，我捻起一颗丢入口中，一股比野兽元丹精纯10倍的灵力瞬间在体内爆开，效果太好了。接下来的1个月，我白天在落云山猎杀妖兽，晚上回客栈炼丹修炼。在海量妖兽元丹的加持下，我的修为飞速提升，很快就达到了炼气12层。然而这天黄昏，我像往常一样猎杀完妖兽返回小镇，却没注意到，刚一进镇子，我就被一个神秘的女人给盯上了。元丹吃完了，我又得进山，一想到妖兽能换来修为猛增，我就迫不及替代。然而我刚出客栈没多远，背后就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仙友，请留步。”我一回头，只见一个蓝衣女子正笑盈盈地朝我走来，好一个美人，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她步履轻盈，花容月貌，笑起来尤其好看。更让我心头一凛的是，她的修为竟然高达炼气13层。仙友，刚才是在叫我？我有些不确定地问。我在这小镇一向独来独往，可不记得认识这么一位人物。是的，在下慕容雪，还不知道有名讳。她笑容甜美，自报家门，在下秦羽。慕容仙友找我何事？我平淡的回应。秦仙友，可否一步说话？她指了指旁边无人的角落。我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跟了过去。到了僻静处，她立刻甩出一张隔音符，一个透明护罩将我们笼罩起来。秦仙友，我想请你一起去探索一处秘密山洞。她开门见山，秘密山洞，没错，就在落云山里。我的探灵鼠发现那儿有一间密室，我怀疑是某位修士的墓穴。她一边说，一边从腰间的乾坤袋里摸出一只雪白的小老鼠。
如果是修士墓穴，说不定有我正需要的筑基功法。我一下子心动了。既然如此，慕容仙友为何不自己去？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因为那里被一只2级的赤毛猿占了，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无奈地道出了实情，2级赤毛猿那可是相当于筑基初期的存在。见我犹豫，他又补充道：“只要了结了那家伙，里面的宝贝我们平分。”说着，他亮出一把红光闪闪的长剑，这是高阶法器，只要仙友肯帮忙，我们定能成功。高阶法器，这女人来头不小。我盘算了一下，我身上有几百张高阶符箓，就算她有什么坏心思，我也不怕。好，我跟你去。我答应了下来。他欣喜一笑，我们当即便动身进了山。半个时辰后，我们来到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前。慕容雪指着一处被藤蔓覆盖的地方说：“山洞就在那后面。”话音刚落，吼的一声，一块巨石就朝我们砸了过来。我俩急忙闪身躲开。紧接着，一只丈许高的红色巨猿从林子里跳了出来，正是那2级赤毛猿。动手！慕容雪娇喝一声，手持长剑就迎了上去。我也不含糊，立刻祭出残月轮法器，从旁协助。我们2人配合默契，一左一右，很快就压制住了赤毛猿。那家伙被打急了，怒吼一声，全身气势暴涨，拳头上亮起诡异的光芒，眼看就要放出大招。我不敢怠慢，立刻甩出2张高阶天雷符，滋啦2声，紫色电弧狠狠劈在他身上，成功打断了他的蓄力。好机会！慕容雪抓住时机，一剑刺穿了赤毛猿的心脏，又补了一发盐弹术，最后干净利落地斩下了他的头颅。还好有仙友的天雷符。慕容雪笑着收回长剑，仙友的高阶法器也够锋利。我客气地回道：“这畜生的残骸没什么值钱的，你要就拿去吧。”他大方地说。我正求之不得，背过身，飞快地用炼妖壶把残骸收了。仙友整只收走，他有些好奇，我有个朋友专门收这个，能换不少原石。我随口胡诌道。我用残月轮展开藤蔓，露出洞口。慕容雪在洞口布下了一个隐秘阵法，我们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山洞尽头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推开后，里面是一个宽阔的石室，石室中央立着一块墓碑，写着“一介散修”，寒立。而在石室的角落，竟然长着一棵大树，树上挂着6颗金光闪闪的果子，香气扑鼻，是龙血果。慕容雪惊喜地叫出声，她说这玩意儿吃一颗，比炼化20枚那灵丹的效果还好。我心中大喜，立刻用残月轮把果子摘了下来，我俩一人3颗，平分了。就在这时，我眼尖地发现果树下还长着一朵奇特的白色小花，花苞却是黑色的。慕容雪也不认识，我们便商量着把它挖出来换原石。慕容雪拿出小铲子，刚要动手，噗的一声，那黑色花苞竟毫无征兆地喷出一股黑雾，瞬间将我们笼罩。我俩大惊失色，急忙后退，但还是吸入了不少。这是什么鬼花？慕容雪一边咳一边骂，我赶紧给自己拍了张避毒符。可没等我松口气，慕容雪突然浑身颤抖着瘫软在地，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慕容仙友，你怎么了？我大惊，难道他中毒了？晴雨，我可能中毒了。他艰难地说，身上泛起诡异的红光。我心里一咯噔，刚想再给自己来一张避毒符，一股怪异的热浪猛地从我丹田炸开，瞬间席卷全身。糟糕，我心头大骇，体内的燥热之力越来越强，仿佛要将我的经脉都烧毁。我赶紧运功抵抗，可越是抵抗，那股邪火就越旺盛。我痛苦的单膝跪地，大口喘着粗气。就在这时，苏访竟然扑了过来。慕容仙友，你干什么？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他要偷袭我。晴雨，我猜到那是什么花了，是催情草一类的东西。他眼中满是慌乱和无奈。什么催情草？难怪，如果不尽快卸掉这股邪火，我们俩都得玩完。我正不知所措，慕容雪竟然开始解自己的衣服，露出大片春光。我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心跳的像打鼓，体内的邪火更是翻江倒海。慕容仙友，请自重。来不及了，晴雨，唯有阴阳合欢才能解毒，拜托了，我不想就这么没了。他带着哭腔，整个人都偎进了我怀里，任由我处置。看着怀里的美人，闻着她身上的幽香，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也断了。慕容仙友，得罪了。我咬咬牙，彻底失去了抵抗。就这样，在这隐蔽的山洞里，上演了一场春光无限，而那朵诡异的小花也化作黑白2气，融入了我们体内。7天后，我从打坐中醒来，修为竟然突破到了炼气13层。这一切都拜那7天7夜的疯狂双修所赐。慕容雪还在打坐，气息不断攀升，眼看就要冲击筑基期了。我心里顿时一阵不安，我与他有了肌肤之亲，万一他筑基成功后翻脸不认人，我可不是他的对手。思来想去，还是先跑路为妙。我悄悄起身，一步步溜出石室，回头看了他一眼，低声道：“慕容雪，有缘再见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半炷香后，慕容雪成功筑基，睁开眼却发现我早已不见踪影，气得直跺脚。这小子怕我吃了他吗？而此时，我早已离开了落云山脉，一路向北。10天后，终于来到了天星城，这里就是当初玄天宗上师提过的每年举办升仙大会的地方。我找了家客栈住下，好好睡了一觉。第2天便取出那枚2级赤毛猿炼成的蓝色元丹，盘膝坐下开始修炼。又过了7天，我炼化了所有元丹和龙血果，修为也达到了炼气13层顶峰，离筑基只有一步之遥。可问题又来了，我没有筑基功法，我尝试冲击筑基，结果经脉剧痛，差点走火入魔。看来必须得先搞到一步筑基功法，只是我现在身无分文，得先想办法赚点原石。我很快就想到了简号卖符，我画符的技术可是一流，布袋里还有几百张成品高阶符箓呢。说干就干，我到街上买了桌椅招牌，在人来人往的交易街找了个角落，摆起了摊。我只卖3种高阶攻击符，价格比别人便宜不少，40块原石一张。等了许久，终于一个炼气10层的黑衣青年在我的摊位前停下了脚步。他看到我卖的符，眼睛都亮了，但随即又面露难色。我猜他应该是原石不够。我学着符箓店小厮的样子，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这位仙友可是要购买符箓？服务态度好点，说不定生意就成了。仙友，你这符没问题吧？”那黑衣青年上下打量着我，满脸狐疑。当然，
然，我自信一笑，如假包换的初级高阶攻击符，斗法必备。那能不能便宜点？30块原石一张。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立马摇头，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仙友，不能再少了，这高阶符箓，你到别处起码50块，我这已经是良心价了。不瞒你说，这高阶符箓画起来极难，我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成这么几张。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脸都不带红的。他听完果然陷入了沉思。我见状，决定再加把火。我猜仙友是来参加升仙大会的吧？你想想，会上高手如云，有这么一张高阶符箓傍身，出其不意，就算是炼气13层的修士也得栽跟头。说不定就因为这张符，仙友就能脱颖而出，加入仙门。到时候什么功法资源，不比这几10块原石珍贵。我的话显然说到了他心坎里。他双眼一亮，挣扎片刻后，终于一咬牙，行，40就40。我买一张锋刃符。他肉痛地从包袱里数出40块原石递给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符箓收好，匆匆离去。第一单生意成交，虽然跟人讨价还价有点费劲，但总算是开了个好头。原本我想着直接把符卖给店铺省事，但手上的符实在太多，一次性拿出来太扎眼，还是这样零散着卖给散修更稳妥。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摆摊，晚上回客栈画符。没想到，随着升仙大会临近，天星城里的修士越来越多，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天都能卖出几10张。1个月下来，我算了算，竟然赚了3万多块原石，摇身一变成了个小土豪。有钱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城里最大的法器店玄天阁买了乾坤袋。这玩意儿花了我200原石，但确实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原石多的没处放。虽然原石赚了不少，但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我逛遍了天星城所有的商铺，都没能买到一部筑基期功法。掌柜们都说这玩意儿是个大门派和家族的核心传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看来想要安安稳稳当个散修，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后续功法，就算炼妖狐再厉害，我的修为也迟早会停滞不前。一时间，参加升仙大会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咚咚咚！就在我胡思乱想时，城内突然钟声大作，旁边摆摊的修士们纷纷收摊，朝着一个方向涌去。我拉住一个疑问，才知道是升仙大会开始报名了。我略一思索，也收了摊，跟了过去。以我炼气期圆满的修为，去看看情况也好。广场上人山人海，至少有上千名修士。我挤到一张红色告示前，仔细看了看，没想到这次升仙大会的规则改了，不再是擂台斗法，而是进入天星古灵击杀妖兽，按积分排名，前150名就能加入3大门派，前10名还能额外获得1枚破镜丹。击杀妖兽，这对我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破镜丹什么的我倒不是很在意，毕竟有炼妖狐在，炼制元丹不难，但进入宗门获得功法，这可是头等大事。打定主意，我立刻去排队报了名，领了一块黑色的身份令牌。升仙大会还有1个月，我决定不再摆摊，专心做准备。我又去了一趟玄天阁，花了1800原石买了一套高阶法器玄冰神针和一面青木盾，又补充了大量的空白符纸和一本进阶符典。回到新租的清静小院，我开始闭关练习法器，钻研进阶符典。进阶符典的难度远超我的想象，画100张才能成个2、3张。好在我原石够多，硬是靠着砸钱，成功画出了30张。有了这30张底牌，我觉得自己能在升仙大会横着走了，甚至可以争一争那枚破镜丹。1个月后，升仙大会如期而至。天星古灵入口处聚集了2000多名修士，大部分都3、5成群的组了队，像我这样独来独往的反而成了少数。这位仙友，一个人嘛，不如跟我们组队吧。我冷冷地拒绝了所有邀请，无论是好言相劝的，还是美人计。开玩笑，以我的实力带他们纯属累赘。2个时辰后，3派护法驾驭着各自的飞行法器从天而降，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一道巨大的光门在森林入口处凭空出现，众人蜂拥而入。穿过光门，我被传送到了一片陌生的山林。身后一声熊吼，一头3丈高的黑熊就朝我扑了过来。我抬手一道奔雷咒，轻松解决。我拿出身份令牌，靠近黑熊额头的金色印记，印记便化作一道光融入令牌。我的击杀点变成了1，排名第1。但下一秒，排名就开始疯狂往下掉。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些妖兽都是阵法幻化出来的，杀了之后就会消失。我的炼妖狐炼丹计划泡汤了，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解决幻象刷分了。一天下来，我解决的妖兽不计其数，排名也稳步上升。天色渐晚，我准备找个地方休息。在一处山谷，我发现了一个人为开凿的山洞。我刚靠近，一颗紫色火球就从洞里射了出来，威力堪比筑基一击。我惊险躲开，只见一只通体漆黑的巨蟹从洞里爬了出来，额头上赫然也有一个金色印记。2级妖兽紫纹蝎，3派竟然还安排了这种级别的对手，我心头一凛。那紫纹蝎已经嘶叫着朝我扑了过来，淬满剧毒的尾针狠狠向我扎来。我不敢大意，立刻往身上拍了一张极速符，身形一闪，险之又险地躲开了蝎尾的致命一击。紧接着，我甩出5张锋刃符，数10道凌厉的锋刃呼啸着刮向紫纹蝎。砰的一声，紫纹蝎被直接击飞，撞断了一棵大树。可惜它皮糙肉厚，只是受了点轻伤。被激怒的紫纹蝎开始疯狂地喷吐紫色火球，我只能狼狈的左躲右闪。趁着躲避的间隙，我又甩出5张天雷符，强大的电流瞬间麻痹了他的行动。机会来了，我立刻祭出玄冰神针，3根飞针如蓝色闪电，精准的从眼部贯穿了他的脑袋。搞定！我收回飞针，长舒一口气。2级妖兽虽然厉害，但终究灵智低下，不难对付。我取出身份令牌，吸收了他额头的印记，击杀点瞬间暴涨50点，我的排名也一下子跃升到了130名。照这个势头，加入门派是10拿9稳了。我走进山洞，发现里面竟然放着一个古朴的宝箱，难道是隐藏奖励？我小心翼翼地用飞针挑开宝箱，里面赫然装着800块原石，真是意外之喜。我将原石收好，就在山洞里打坐恢复法力。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疯狂猎杀妖兽，晚上找安全地方休息，排名稳步上升。到了第6天，我已经排到了第32名，离前10只有1步之遥。时间只剩下最后2天了，我必须更加卖力，争取拿到那枚破镜丹。砰砰砰！就在我四处寻找妖兽时，不远处传来了打斗声，我心中一喜，立马赶了过去，说不定能碰上个前10的高手，捡个大便宜。打斗的双方是一个蓝衣壮汉和一个光头和尚，和尚是炼气13层，比壮汉高出1层，而且我还认得他，之前找我买过10张符箓，算是个大客户。2人打得不可开交，和尚明显占了上风，应该是想抢壮汉的积分。臭和尚，有本事把你的身份牌给我！壮汉怒吼着，显然已经落入下风。先有执迷不悟，那就让贫僧来度化你吧。
和尚冷笑一声，攻势更猛。我躲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果然，没过多久，壮汉不敌，转身就逃。和尚哪能让他跑啊？甩手就是一张锋刃符简号，正是我卖给他的那种啊！壮汉惨叫一声，被锋刃刮得浑身是伤，摔倒在地。先有且慢，我献出身份牌，再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壮汉挣扎着爬起来，抛出了最后的筹码，说来听听。和尚来了兴趣，是关于隐藏奖励的，就在北边20里外的一个树洞里，有一只2级妖兽守着。和尚一听，眼睛都亮了，他假意答应放过壮汉，可就在他接过身份牌的瞬间，壮汉猛地弹出一根淬毒的银针。和尚反应极快，侧身躲过要害，但肩膀还是被刺中了。找打！和尚勃然大怒，飞刀出手，直接击中了壮汉的胸口。该死的！和尚捂着发麻的肩膀，刚想在壮汉身上找解药，我便从一旁走了出来。是你？和尚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仙友，好巧哦！我微微一笑，是挺巧。他强装镇定，眼神里却满是警惕。仙友，这人的身份牌交给我如何？我追踪他很久了。我盯着地上的令牌，随口编了个理由。好吧，让给仙友了。告辞。他咬了咬牙，扔下令牌，转身就走。他中了毒，不敢跟我硬拼。仙友别急着走啊！我叫住了他。贫僧的战果已经给你了，你还想怎样？他不悦的回头。我想取仙友的性命。我面无表情的说，什么？你想伤害顾客，不怕生意做不下去吗？他色厉内荏的吼道。顾客，我只看到了一枚破镜丹。我笑了。他恼羞成怒，猛地掏出6张锋刃符，恶狠狠地朝我砸来。尝尝你自己卖的符箓吧。我摇摇头，轻描淡写的给自己拍了一张终极金身符，金光护体，任凭数十道锋刃如何切割，都毫发无伤。蠢货，知道我为什么只卖攻击符吗？因为我有更强的防御符。他脸色铁青，眼见不敌，转身就想逃，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反手就是一张终极瑞金符，金光一闪，直接洞穿了他的胸膛。竟然有终极符，他到最后一刻都难以置信。我麻利的打扫了战场，将2人的财物和身份牌收刮一空，残骸则为了炼妖壶吸收了他们的积分。我的排名飙升到了第13名，离前10不远了。我立刻施展乘风诀，朝着那壮汉所说的树洞赶去，绊住相后。我找到了那个隐蔽的树洞，刚一靠近，一道天雷就劈了下来。我急忙用青木盾抵挡，被震退数丈，手臂发麻。抬眼一看，一只巨大的黑铁鹰在空中盘旋，又是一只2级妖兽。我不敢大意，立刻给青木盾贴了几张金刚符加固防御。黑铁鹰俯冲而来，我甩出锋刃符，却被他轻易弹开。这畜生不断喷吐雷电，我只能被动防御，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抓住一个空档，一口气甩出2张终极百雀符，200只火鸟铺天盖地的朝黑铁鹰扑去。黑铁鹰惨叫连连，被打得从空中坠落。我抓住机会，给玄冰神针贴上一张极速符，电光火石之间，飞针洞穿了他的脑袋，搞定。我的排名也随之冲到了第9，终于进前10了。我兴奋地冲向树洞，准备收取奖励。可就在这时，2颗火球从旁边射来，我险险躲开，哈哈哈！多谢仙友帮我们解决这畜生。3个身影从树后走出，赫然是之前邀请我组队却被我拒绝的云氏姐妹，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白衣青年。姐，是他。云霞认出了我。白衣青年查了一下我的排名，眼睛瞬间就红了。第9名，不错不错，小子，乖乖交出身份牌，免受皮肉之苦。看来你们都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们。我眼神一冷，狂妄，就你这状态还想1敌3？白衣青年冷笑一声，3人同时向我发起了攻击。我一边躲闪周旋，一边甩出10张锋刃符砸向云氏姐妹。白衣青年却祭出一面高阶黑盾，挡下了我的攻击。他法力不多了，速战速决。白衣青年自信地喊道。我冷笑一声，给自己拍了一张终极回元符，法力瞬间恢复大半。什么终极回元符？3人脸色大变。你们挑错了对手，我不再留手，一口气甩出10张终极冰锥符，天空中冰刺如雨。云氏姐妹的金刚罩瞬间破碎，惨叫着被扎成了刺猬。白衣青年虽然有高阶法器，但也抵挡不住10张终极符的威力，最终也被冰刺所了结。我淡定地搜刮了3人的乾坤袋和财物，残骸同样为了炼妖壶，然后走进树洞，打开了里面的宝箱。这次的奖励是一葫芦名为慧灵丹的丹药，足足30粒。吸收了3人的积分后，我的排名终于定格在了第1名。破镜丹稳了。1天后，大会结束，回到入口处，原本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一半。护法们宣布了结果，排名前10的我榜首走到了最前面。护法们开始选人了。按照规矩，这次轮到药王谷先选。一个留着洋胡子的护法笑呵呵地站出来，让升仙大会的前4名出列。我们4个炼气13层的修士站了出来，你们愿不愿意加入我药王谷？洋胡子护法开门见山，吹嘘了一番药王谷的实力，功法秘籍应有尽有。一听到功法2字，我眼睛都亮了。嗨嗨，我万寿门的御兽大法乃楚国第一，万寿门的紫衣护法不甘示弱，我玄天宗的实力也不比药王谷差。玄天宗的黑袍护法也来抢人，我们4人稍作思索，最终都选择了实力最强的药王谷。洋胡子护法得意的哈哈大笑，另外2位护法只能无奈的去挑选剩下的弟子。接下来就是颁奖环节，我如愿以偿的拿到了那枚珍贵的破镜丹，弟子分配完毕，我们便登上了药王谷的叶状飞行法器，告别了那些失落的散修，踏上了前往宗门的路。路上，我从洋胡子护法，也就是宋远桥护法口中，对药王谷有了初步的了解。药王谷坐落于云梦山脉，弟子数万，分为外门和内门，结丹期可成护法，元婴期便是老祖。15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山门。宋护法带着我们来到杂物堂登记。杂物堂里，一个黄衣中年人正埋头捣鼓着一个蛇形傀儡，他就是负责登记的前护法。登记完信息，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个乾坤袋，里面装着入门手册和一件叶状飞行法器。东西虽然寒酸，但有总比没有强。随后，宋护法把我们带到一座名为丹顶峰的山峰。顾名思义，山上全都是葫芦形状的屋子，密密麻麻。我找到了自己的302号丹顶室，用清洁服打扫干净，铺好床铺，便拿出入门手册研究起来。手册上有一条规定让我大感头疼：外门弟子每年都得完成杂物，否则就会被逐出师门。
门，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干杂活。看来必须在2个月的新手保护期内突破到筑基期，成为内门弟子才行。想到这里，我不再耽搁，立刻驾着新到手的飞行法器，直奔传法阁。传法阁坐落在灵雾峰，是一座古朴的3层楼阁。1楼是炼气期弟子待的地方，2楼则只有筑基期弟子才能进入。一个青衣老者正坐在2楼楼梯口的柜台后看书，见我进来，对我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小友，到这里来。他忽然用传音术叫住了我。我走上前，他说他看我气息饱满，筑基有望，问我想不想现在就上2楼开开眼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一问，果然要800块原石才能上去看1个时辰。结丹期功法，这诱惑太大了。为了筑基，我咬牙付了钱。那老头收了原石，给了我1块令牌，叮嘱我只能看1个时辰，挑2本功法。我拿着令牌，迫不及待地上了2楼。这里的功法果然都是高级货，每一本都能修炼到结丹期，我看得眼花缭乱。最终选定了1本名为9变龙象功的火属性功法和1本备用的燎原心法。这9变龙象功极其霸道，每练成1层就能凝聚1颗真元丹液，3层圆满后，3颗丹液合一，能凝聚出1颗超级金丹，结丹成功率更是能提升6成。虽然修炼耗时耗力，但对我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我拿着2部功法下楼，那青衣老者看到9变龙象功，还调侃了我几句，说这是天才修炼的功法。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复制了功法竹签后，又在1楼复印了10几本药材、妖兽之类的杂书，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破镜丹有了，功法也有了，接下来就是闭关。我去方室补充了些辟谷丹，回到丹顶室，在门上贴了10几张金刚符和避阴符，做足了准备。我盘膝坐下，毫不犹豫地吞下了破镜丹，磅礴的药力瞬间在我体内炸开，洗精法髓，真气开始缓缓转化为液态真元。2个月后，我推开屋门，已是筑基初期的修为。一个前来通知我做杂物的外门弟子看到我，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立马躬身改口称我道兄。我不再是外门弟子，自然不用再理会那些杂物。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便直奔杂物堂办理内门弟子的身份登记，还是那个前护法。他看到我2个月就筑基成功，也是大为赞赏。登记完毕，我正式成为内门弟子，领到了新的身份牌，还有一个终极乾坤袋，里面装着500原石和一套开辟洞府用的器具，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洞府了。道地，这套云雾小镇可以布置在洞府周围，有隐蔽和防御的功效。布置方法在玉简里，还有这开山钻，是专门用来开山凿壁的。我站在杂物堂，认真听着钱道兄的介绍。半个时辰后，我向他辞别，驾着飞行法器，一边飞一边研究着地图预检。地图上标注了许多已被占用的山峰，我只能另寻他处。我心里清楚，洞府不过是个落脚点，我真正的修行之路在外头，猎杀妖兽、收集元丹才是最适合我的，所以地理位置的便利性是我首要考虑的。我一路向北，飞了整整3天，终于来到了宗门地界的边缘。这里山清水秀，灵气虽然稀薄了些，但位置绝佳。往西500-600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寿灵森，往北1000多里便是盛产矿石的金国。万寿灵森妖兽众多，正是我猎杀妖兽、炼制元丹的绝佳去处。而金国的矿石，以后若想炼器也必不可少。就这了，我又花了3天时间，在附近的山峰间穿梭，最终选定了一座不起眼的700-800丈高的小山峰。选好地方，我便开始动手，法术清场，开山钻凿壁。仅仅5天时间，一座宽敞的洞府大殿便已成型。我又花了1天时间平整墙壁，打出通风孔，布置上简单的石桌石椅，虽然简陋，但有个落脚点就足够了。最后，我按照预检上的方法，将云雾小镇布置在洞府外。刹那间，淡淡的白雾和透明光照将洞府笼罩，毒蛇猛兽纷纷逃窜。看着自己的杰作，我心中涌起一股成就感。这几天累得够呛，我直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元丹已经吃光，等休息好了，就该去万寿灵森大干一场了。第2天一早，我精神抖擞的出发，3个时辰后便抵达了万寿灵森的边缘区。我不敢大意，收起飞行法器，小心翼翼的徒步深入。我的目标很明确，减号中层区的2、3级妖兽。一路上遇到的1级妖兽都被我轻松解决，收进了炼妖壶。刚进入中层区，我就碰上了一头2级妖兽白脸猪。这畜生一见面就喷出大片蛛网，我身形一闪，轻松躲过。紧接着2张天雷符甩出，强大的电流瞬间麻痹了他。机会来了，3根玄冰神针如闪电般射出，精准的洞穿了他的眼睛。第1只2级妖兽到手，万寿灵森果然是宝地。仅仅1个上午，我就猎杀了20只妖兽，其中2级15只，3级5只。遇到4级妖兽，我则是第一时间贴上极速符，溜之大吉。傍晚时分，我退出了古森，飞往几十里外的万寿城。这城池比落云小镇大得多，城内修饰遍地，热闹非凡。我逛了一圈，发现商店里卖的都是些基础货色，对我没什么帮助。最终，我只补充了5000张空白符纸和一些符墨符笔，便找了一家口碑不错的温馨客栈住了下来。客房干净整洁，我照例布下金刚符和避阴符，便迫不及待地取出炼妖壶。今天猎杀的45只妖兽，炼制出的元丹竟然都变成了蓝色，蕴含的灵气比之前的白色元丹浓厚了10倍不止。我吞下1枚3级妖兽炼制的元丹，磅礴的灵力瞬间涌遍全身。9变龙象宫这个大胃王终于有足够的口粮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猎杀妖兽，晚上回客栈炼化元丹绘制符箓。晋级筑基后，我的神识大涨，画终极符箓的成功率已经高达80%。可惜找遍了全城，也没能找到上阶符印的踪迹。春去秋来，1年半的时间悄然流逝，在海量元丹的堆积下，我的修为突飞猛进，毫无瓶颈的从筑基初期一路飙升到了筑基后期。这天，我正在客房内冲击功法瓶颈，突然，我原本筑基后期的气息开始疯狂倒退，一直跌落到筑基初期才停下。9变龙象宫第1转，终于练成了。我内视丹田，一颗被红光包裹的白色真元丹液正静静悬浮着，只要再凝聚2颗，我就能结成超级金丹。我按耐住心中的激动，正准备出门继续猎杀妖兽，补充弹药。可刚走出客栈没多远，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她，慕容雪，那个和我曾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她也看到了我，愣在原地，随即气呼呼地朝我走来。哟，这不是秦仙友吗？好巧哦！她美目瞪着我，显然还在为我的不辞而别生气。是啊，好巧。我尴尬地笑了笑。一番寒暄，我才知道她竟然是玄天宗的弟子。她也对我的来历好奇，我便坦言自己是药王谷的弟子。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刚想开溜，却被她一把拦住。哎，你要去哪？我还有事找你呢。她不容我拒绝，直接把我推进了一家茶馆。一番密谈后，我才知道她想邀请我一起
起探索一座古墓，还拿出了古修士留下的密钥。我对这古墓也起了兴趣，便答应了他，约定5天后出发。你住哪？他忽然问。温馨客栈。好，那我们也去住温馨客栈。他狡黠一笑，转身离去。这女人是怕我又跑了吗？我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我，慕容雪他们已经住进了我隔壁。我没多想，回房开始画符。深夜，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把我惊醒，神识一扫，门外竟然是慕容雪。晴雨，开门。他压低了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他鬼鬼祟祟的溜进来，关上门，笑眯眯的看着我。要干嘛？我紧张的站起身，怕我吃了你啊。他白了我一眼，上次为什么不辞而别？有要紧事。我胡乱编了个借口。是啊，夜深了，该休息了。他说着，竟然直接脱鞋钻进了我的被窝。你怎么睡我床上？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怕冷。他俏皮的眨了眨眼，我无语的看着他，只好盘膝坐在角落当起了守夜人。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寒冷。我信以为真，刚走进床边就被他一把拉了进去。奸计得逞的他笑得像只偷腥的猫。我彻底怒了，甩出几张符箓封住房门，猛地盖上被子，是要好好教训他一番。接下来的5天，我白天画符，深夜被慕容雪夜袭，哭笑不得却又乐在其中。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在这番折腾中悄然建立起了一种名为道侣的羁绊。5天后，我们3人准备妥当，离开了万寿城，一路向北，朝着古墓进发。3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四面环山、杂草丛生的隐蔽凹地。又花了2个时辰开路，我们才艰难地进入凹地中央。就是这了。路遥手中的密钥闪闪发光，我点了点头，正要掏出开山钻，慕容雪却拦住了我。等等，我先布个阵，免得被人发现。说着，他拿出阵盘阵旗，熟练地布置了一个隐山阵。不愧是李沧海护法的高徒，我由衷的赞叹。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知道了慕容雪拜入了玄天宗结丹护法李沧海门下。这位护法可是玄天宗的阵法宗师，结丹修士不仔细看都很难发现这里。慕容雪自信地笑道。我开始用开山钻破开地面，很快，一条地下通道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通道，在密钥的指引下左拐右拐，走了好几里路，终于来到了一扇古朴的石门前。就是这了。路遥欣喜地说：“小心，门上有禁制。”我立刻提醒道。路遥将密钥放入门上的凹槽，石门散发出耀眼的白光，随即轰隆隆地打开，一股阴冷之气扑面而来。石门之后是一个宽达100丈的巨型石窟，中央有一座圆形擂台，擂台后方则是一座气势恢宏却已破败不堪的宫殿，这像是一座宗门遗址。我惊叹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擂台，却发现上面堆满了森森白骨，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赶紧离开。我们刚走到擂台中央，那些骷髅头竟然开始抖动，一团团黑气从中冒出，化作狰狞的怨灵，嘶吼着朝我们扑来。小心，不要被他们打到。慕容雪大声提醒，挥舞长剑解决着靠近的怨灵。路遥也用古镜射出金光，将怨灵化为灰烬。小小怨灵，我冷哼一声，甩出10张终极火龙符，10条烈焰火龙呼啸而出，所过之处，怨灵灰飞烟灭。片刻之后，上千只怨灵被我们清扫一空。秦仙友真是符师啊！一出手就是10张终极符。路遥惊叹道。我们来到宫殿前，发现这里早已破败不堪，宫殿内空无一物，只有一个向下的楼梯，看来好东西都被搬走了。路遥失望地说：“仔细找找，说不定有遗漏。”慕容雪很快就在一处墙壁前停了下来，指着一个倒过来的纹路说道：“这很可能是某种机关阵印。”他运气法诀，将那纹路摆正，霎时间，地面开始震动，宫殿一角裂开一个口子，浓郁的灵气从中涌出。中品原石，我们3人异口同声的惊呼。裂口下方的凹槽里，赫然装着1000块中品原石，发财了！我们欣喜地平分了这笔意外之财，然后沿着楼梯走向了下一层。第2层和第1层格局相似，只是擂台上没有了骷髅头。我们刚走出擂台，石窟的缝隙中就涌出数万只拳头大小的黑色甲虫，是识别虫。慕容雪脸色大变，立刻布下一个金钟阵将我们护住。密密麻麻的污秽之物爬满金钟，不断撞击，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声响。小虫子也敢造次！我怒火中烧，再次甩出10张火龙符。然而这些变异的污秽之物竟然不怕真火，看来只能用力气了。慕容雪咬牙维持着阵法，那这招又如何？我毫不犹豫地祭出20张冰锥符，成千上万的冰刺从天而降，将这些污秽之物一批批地刺穿，剩下的几百只仓皇逃窜。我们这才松了口气。第2层的宫殿是炼丹房，丹炉早已破损。我们很快又在墙上找到了机关阵印，打开后里面放着一个写满古文字的黑色卷轴，我们谁也看不懂，只好先复制下来，回头再研究。第3层是炼器房，同样破败不堪。这次路遥无意间按到了一块砖头，触发了机关，石室中央的凹槽里放着6块拳头大小的红色晶石。不对，这不是上品原石，是盐水晶。我狂喜地大叫起来，这可是炼制法宝的绝佳材料，连结丹修士都会眼馋的重宝。我们平分了这6块盐水晶，心情大好，继续向第4层进发。通往第4层的楼梯格外的长，我们走了整整3个时辰才来到入口。这里雾气弥漫，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穿过雾气是一个宽阔的石窟，中央有一座不断冒着白雾的水池。我们刚一靠近，水池中便冲出一条10几丈长的红色蛟龙，4级妖兽，快跑！我大喊一声，等等，我有办法解决它，你拖住片刻。慕容雪忽然喊道。我来不及多想，眼看蛟龙的巨尾就要拍来，立刻甩出50张金甲符，组成一面金色巨墙挡在身前。有什么手段赶紧使出来！我一边疯狂甩出符箓抵挡蛟龙的攻击，一边对他们喊道。慕容雪和路遥同时取出一张金色符箓减号法旨，我心中大定，法旨的威力足够收拾这头孽畜了。蛟龙似乎也察觉到了危险，张口喷出一道烈焰火柱。我不敢怠慢，直接甩出100张金甲符，双手握着中品原石，全力催动。孽畜，让你尝尝被符箓洗礼的滋味！我冷哼一声，又甩出50张瑞金符，50道光柱狠狠地轰在蛟龙身上，将它直接轰飞出去。我并没停手，顺势又抛出100张冰锥符，去冰刺如雨，疯狂地刺向红色蛟龙。然而这出城的鳞甲坚硬的超乎想象，冰刺打在上面叮叮当当，竟然只见起点点冰花。孽畜，到此为止了！就在我震惊之时，慕容雪和路遥的声音传来。我转头一看，两女已经催动好了法旨，2口金色长剑呼啸而出，瞬间刺穿了蛟龙的脑袋，将它死死钉在墙上。蛟龙凄厉的嘶吼挣扎，片刻后便没了声息。两女因为催动法旨，法力耗尽，累得气喘吁吁。我赶紧扶住摇摇欲坠的慕容雪，又给瘫软在地的路遥递上2张终极回灵符。趁他们恢复法力的空当，我开始处理蛟龙的残骸。
海、鳞片利爪龙晶、蛟龙本源，这些可都是顶级的炼器材料。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在他体内发现了一块聚盐晶。这玩意儿虽然比不上盐水晶，但炼制顶阶法器绰绰有余了。至于那些没用的血肉，我则悄悄用炼妖壶吸走，准备炼成元丹。不到半炷香的功夫，两女就恢复了法力。秦仙友，多亏了你。路遥满眼都是小星星，要不是你牵制住他，我们根本没机会出手。我客气的摆摆手，没有他们的法旨，我也拿这畜生没办法。如今大敌已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那座冒着白雾的水池，是灵泉。可惜灵气几乎都被火蛟吸光了。我有些遗憾地说，这样吧，娜娜，你正好借着灵泉冲击筑基。慕容雪提议道，我自然没有意见。这灵泉与其三人分了杯水 CH 而行，不如成全路遥，也算是物尽其用了。我们在水池周围布下金钟阵，路遥便吞下破镜丹，开始闭关。石窟内一时间安静下来。慕容雪笑眯眯地对我勾了勾手指，把我拉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娜娜闭关了，我们闲着也是闲着，要不做点别的事。她搂着我的脖子，在我耳边吐气如兰。这不太好吧？我看着不远处正在冲击筑基的路遥，有些犹豫。没事，我会布置阵法。他自信一笑，熟练地布下了一个小隐山阵，我师傅教的，隔音效果特别好。他狡黠地眨了眨眼，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嘿嘿一笑，从乾坤袋里掏出衣物铺在地上，与他二人共同参悟起了双修大道。2个月后，路遥成功筑基，而我和慕容雪也在这2个月的努力修炼中，双双突破到了筑基中期，该出去了。慕容雪怕路遥再追问下去，赶紧提议离开。我们沿着原路返回，一路上畅通无阻，很快就回到了地面。下次再见了，期待与秦仙友再次并肩作战。慕容雪对我甜甜一笑，和路遥一起离去。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中五味杂陈。此次古墓之行收获满满，不但得了宝贝，还多了个道侣，值了。我没有回宗门，而是再次返回万寿灵森，开始了枯燥而又充实的猎杀炼丹画符生活。2年后，九变龙象宫第2转炼成，我体内已经有了2颗真元丹液，修为也再次回到筑简号基初期。只是万寿灵森的妖兽已经被我解决的差不多了，是时候换个地方了。我的下一个目标简号金国，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终于抵达了这片黄沙漫天的国度。又飞了2个时辰，一座名为金沙城的雄伟城池出现在我眼前，城内炼器铺遍地。我随意走进一家挂着百年老店、顶阶法器定制招牌的古匠炼器房，我来定制法器。一个青衣小厮把我引上了2楼，一位黑袍老者正在捣鼓着材料。见我上来，头也不抬地问：定制什么法器，什么材料？我将火蛟的利爪鳞片和蓄火晶一股脑地摆在桌上。蛟龙材料。老者猛地抬头，双眼放光，激动地抚摸着这些材料，8成把握。他拍着胸脯保证，我花了2500元时定做了一件飞行法器和一件攻击法器。在征得他同意后，我更是全程观摩了他炼器的过程。这2个月，我不仅收获了2件顶阶法器简号岩胶壶和岩胶剑，还学到了不少炼器知识。离开炼器铺，我心情大好，正闲逛着，一个青山少年塞给我一张传单：前辈，黑沙交易会了解一下。一听到交易会上有可能会出现上阶符印，我立马来了兴趣，让少年带我过去。会场人山人海，足有上百名修士，其中筑基期就有32位。看来这次交易会不简单。很快，交易会开始，第1件商品是筑基期功法，我不感兴趣。第2件是高阶炼器鼎玄冰鼎，正适合我这个新手。1000，眼看竞价声渐渐平息，我果断出手。好，1000元时，如庄老者兴奋地喊着，但那位蓝衣修士却无奈地摇了摇头，放弃了竞价。我面无表情地付了钱，将到手的玄冰鼎收入囊中。接下来拍卖的是一枚4级妖兽火灵蟒的灵兽蛋，潜力巨大，引得场内一阵骚动。最终，这枚蛋被一位筑基后期修士以1800元时的高价买走。我对养宠物没什么兴趣，所以全程只是看着。下面交易第4件商品，一道神秘上阶符印。听到这话，我心头一震，此符印乃是比较稀有的雷属性上阶攻击符，若是真能刻画出来，即便是结丹修士也要畏惧3分。来了，就是他！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表面依旧不动声色。然而，如庄老者介绍完后，现场却是一片冷清。上阶符印虽好，但谁又能画得出来？简直是鸡肋！700。一个用黑布蒙面的黑衣人沙哑地开口。我瞥了他一眼，不过筑基初期，不足为惧。等了一会，见没人再加价，我果断喊道：800、900。那家伙毫不犹豫地跟上，1000、1001。很快，价格就被我们2人抬到了1600。当我再次喊价后，那蒙面黑衣人终于犹豫了，1700。他咬着牙继续加价，1800。我平静地报出价格，势在必得。那蒙面黑衣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最终还是放弃了。符印到手，我暗自松了口气，还好那些筑基后期的家伙没掺和。接下来的交易是一株百年青灵草，能解百毒，引得不少人争抢。我对此不感兴趣，只是看着。最终，青灵草的价格被一位魁梧的筑简号基后期修士抬到了1300。就在成交之际，一个只有炼气13层的蓝衣少女突然喊道：“等一下，我可以用东西换吗？”她拿出来交换的，竟然是一套简化版的4象阵器具。虽然威力只有1/10，但评估价也达到了1500元时。可惜那魁梧修士直接加价到1600，少女只能失望地坐下。交易会的压轴宝物是一具猎杀宗张灵大师亲手炼制的4级傀儡，战力堪比筑基后期。最终，这具傀儡被一个黑衣中年人以2500元时的天价拍走。交易会结束后，不少修士在原地摆起了小摊。我看到那个蒙面黑衣人匆匆离去，便没再理会，反而对那个持有4象阵的蓝衣少女起了兴趣。我走上前，一番交谈后得知，她叫柳烟，母亲柳梅身中奇毒，急需青灵草救命。我没有解毒灵药，不过我可以去帮你摘来青灵草。我决定做个顺水人情，她带我去了她家。石屋周围布置着精巧的阵法，屋内一位美妇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周身泛着寒气，显然命不久矣。前辈，只要你能救我母亲，我什么都愿意做。柳烟跪在我面前，泣不成声。我要4象阵的布阵方法，我直接开出了条件。柳烟犹豫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离开萧家，没有直接去寒霜山，
而是先在城里租了间石屋，开始研究刚到手的上阶符印。5天后，我终于成功画出了5张上阶雷刺符。我驾着新炼制的岩胶壶，速度比叶状法器快了10倍不止，朝着寒霜山飞去。半个时辰后，我在一片戈壁停了下来，2颗火球从天而降，被我轻松躲开。空中，那个在交易会上和我抢符印的蒙面黑衣人脚踏飞剑，冷冷地看着我：“小子，我们又见面了，你是来送命的吗？”我眼神一冷，杀意顿起，他甩出100张火弹符，气势汹汹。我不慌不忙，祭出10张金刚符，轻松挡下。原来你也是符师，他有些慌了，又接连甩出风刃符和冰锥符，也都被我轻松化解。见势不妙，他转身就逃，我催动岩胶壶，瞬间追上。仙友，把命留下吧！我冷笑一声，甩出了1张上阶雷刺符，滋，一道碗口粗的紫色闪电划破长空，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膛。你居然画出了上阶符！他至死也不敢相信。我搜刮了他的乾坤袋，里面不仅有1600多块原石，还有一本邪术9幽搜魂术。处理完残骸，我继续向寒霜山进发，穿过一片广袤的金沙漠，就能抵达寒霜山。我正小心翼翼地飞行，突然几声尖锐的邀请叫声从不远处传来，我心中一紧，一群硕大的秃头黑鸟正朝我扑来。黑岩鸟，我认出了这些凶悍的2级妖禽，它们尖叫着扑来，但我只是冷冷一笑，猛地一拍乾坤袋，50张冰锥符激射而出，化作漫天冰刺，将这群黑岩鸟射成了筛子。20只黑岩鸟，又是一笔不错的收获。我迅速用炼妖壶将它们炼成元丹。然而，我刚收完残骸，四周的黑沙突然暴动起来，2只近10丈长的巨型蜈蚣从沙底钻出，4级妖兽黑甲蜈蚣。我瞳孔一缩，换做以前，我肯定掉头就跑，但现在我有上阶雷刺符在手，这2只畜生在我眼里就是2颗移动的元丹。2只蜈蚣左右夹击，又喷出汹涌的黑色火焰。我祭出30张金甲符挡住攻击，同时不断寻找他们的破绽。就是现在，我抓住他们转身的瞬间，祭出了雷刺符，滋，紫色闪电划破长空，瞬间洞穿了2只蜈蚣的脑袋。搞定！我迅速处理了蜈蚣的残骸，将有用的材料收好，不敢再在金沙漠久留，驾着岩胶壶飞速离去。6个时辰后，我终于穿过了这片凶险的金沙漠，抵达了被冰雪覆盖的寒霜山。天色渐晚，我在山脚下的寒霜小镇找了家客栈住下，一个金元宝就让店主对我毕恭毕敬。在房间里，我清点着今天的收获，一共80枚元丹，我吞下1颗，开始闭目修炼。第2天一早，我直奔寒霜山，此行有2个目的，一是猎杀妖兽，二是寻找青灵草，好回去和萧家母女交换4象阵。我直接飞到半山腰，沿着悬崖峭壁仔细搜寻。1个时辰后，终于在一处峭壁的缝隙中发现2株散发着蓝色灵光的青灵草，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采下，放入玉盒。好，就在这时，几声狼啸传来，20多头2级妖兽白冰狼将我团团围住。我非但不怕，反而笑了，这可都是送上门的元丹啊！就在我准备动手时，狼群后方又走出6头体型更大的白冰狼，中间那头狼王赫然是4级妖兽。好，狼王一声令下，狼群疯狂扑来，我挥手甩出50张冰锥符，瞬间将普通白冰狼全部解决。剩下的5头3级冰狼喷出冰锥，也被我的金甲符轻松挡下。狼王见状，怒吼一声，一爪子就拍碎了我的10张金甲符。好强的力量！我飞身腾空，狼王也紧跟着跃起，企图将我拍下。我嘴角上扬，一张上阶雷刺符悄然浮现，滋，紫色闪电瞬间贯穿了狼王的脑袋。剩下的几只3级冰狼吓得掉头就跑，但哪里逃得过我的岩胶壶？很快，狼群被我全部解决，炼成了元丹。清理战场时，我无意间在山壁上发现了一个被巧妙隐藏的小山洞。出于好奇，我飞身进入，洞内是一个残破的石台，上面刻画着古怪的阵法纹路。石台边缘躺着一具枯骨，手里紧紧握着一块黑色令牌和一把暗金色钥匙，旁边还有一根白骨杖，那权杖竟是用黑铁晶打造的法宝。我心中狂喜，虽然现在只能发挥出1-2成威力，但对我来说已经胜过顶阶法器了。可惜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乾坤袋。我有些失望地拿起令牌和钥匙，令牌注入法力后，竟投射出一幅复杂的虚幻阵图，似乎与石台上的阵法相对应。而那把钥匙除了不断散发着热量，再无其他反应。我将山洞封存好，又在寒霜山修炼了3个月，在大量元丹的辅助下，我成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并练成了9变龙象减耗功的第3转。如今是时候回金沙成交任务了。我来到柳烟家门口，她欣喜地将我迎了进去。柳梅的脸色好了不少，但身上的寒气依旧未散。我递上青灵草，柳烟激动得热泪盈眶，转身就上楼去取4象阵的阵法。很快，她捧着一个装着黑色卷轴的木箱子下来。就在我准备伸手去拿时，我突然开口问道：“柳姑娘，你母亲最近有醒来过吗？”啊，我母亲她……不等她说完，我猝不及防的一掌拍在她胸口，柳烟口中溢出红丝，倒飞出去。与此同时，床上的柳梅猛地睁眼，手持匕首，快如鬼魅地刺向我的喉咙。我早有防备，侧身躲过，一脚将她踹飞。她立刻想催动阵法，我却更快，3根玄冰神针已经抵在了柳烟的额头上。别动，否则你女儿就保不住了。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柳梅脸色煞白，我冷笑一声，勾了勾手指，地上的卷轴缓缓浮起，这上面涂了剧毒吧？演技真不错，差点就被你们骗了。若不是我神识强大，远超同阶，还真发现不了这无色无味的剧毒。你想怎么样？柳梅咬牙问道。交出4象阵的布阵方法。娘，不要给他。柳烟竟还敢嘴硬。我眼神一冷，3根飞针瞬间击中了他的头部。不，雪儿！柳梅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彻底癫狂，催动了石屋内的4象阵，青龙白虎玄武朱雀4个阵灵浮现，齐齐向我扑来。好厉害的4象阵！我不敢大意，立刻甩出50张金甲符护住周身，心中却忍不住赞叹：以柳梅筑基初期的修为，催动此阵，竟能发挥出镇压筑基后期的威力，让你尝尝4象阵的威力。柳梅怒吼着，将几块原石中的灵力疯狂地注入阵法，4象阵灵顿时变得更加狂暴，猛烈地撞击着我的符箓屏障。阵法不错，可惜你遇到的是我。我冷冷一笑，祭出了1张雷刺符，滋，紫色的闪电划破长空，瞬间击穿了阵法障壁，轰在了阵盘之上。咔嚓，阵盘应声碎裂，雷电余威将柳梅直接轰飞出去，撞塌了石屋的墙壁。我闪身上前，几张定神符将他牢牢定住，又贴上1张止血符，免得他因伤势过重而亡。我揪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回屋内。我就是没了，也不会把4象阵的布阵方法交给你。他目光癫狂地吼道：“是吗？我自己搜，我夺过他的乾坤袋，一无所获。我又搜遍了整个石屋，依旧没有找到。
道：“你找不到的。”他得意的冷笑：“是吗？看来只能试试那个方法了。”我想起了从蒙面黑衣人那里得到的邪术减号9幽搜魂术。你想干嘛？他看我胸有成竹的样子，终于开始慌了。有一种法术叫9幽搜魂术，能读取人的记忆，被读魂之人生机断绝。你也该去跟你女儿团聚了。我冷冰冰的告诉他，就是要让他在恐惧中了结。果然，他彻底崩溃了，甚至开始求饶，放过我。我告诉你布阵方法在哪里，那个虚伪的丫头没了就没了，我还可以给你生一个。我看着这个已经疯了的女人，摇了摇头，不再废话，拿出骷髅银针，开始施展9幽搜魂术。半炷香后，柳眉气息断绝，我从她混乱的记忆中，终于找到了藏匿布阵方法的地点，也了解了他们母女的过往。原来，他们已经用一种名为化灵散的奇毒，坑害了50多名修士。想到自己差点也着了道，我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我根据记忆，在城西南的一间破旧石屋里，找到了一个暗格，里面放着一个木箱，装着云转心得4象阵的详细布阵方法，以及化灵散的配方。云转心得对我的阵法学习大有裨益，而4象阵更是需要金木水火4种属性的妖兽本源才能布置。妖兽本源等级越高，威力越强。柳眉仅用3级妖兽本源就能发挥出那般威力，若是用上更高级的，我光是想想就觉得兴奋。第二天，我离开金沙城，再次回到寒霜小镇，开始了我的苦修生活。2年后，我的修为重回铸简浩基后期，神识更是达到了铸简浩基巅峰，4象阵的阵法器具也被我成功炼制出来，威力惊人。而那座神秘山洞里的传送阵也被我完全修复，只是传送阵的目的地未知，我不敢贸然使用。为了弄清令牌上的古文字，我决定返回宗门。10天后，我回到药王谷，在传法阁复印了几本古文字书籍后，我直奔炎阳峰，想找找有没有能提升修为的丹方。看守炎阳峰的周伯通护法是个有趣的铸简浩基后期老头，我花了500元时进入丹方室，却只找到了2种对我有用的丹方：减号凝神丹和驻颜丹。凝神丹能提升1成结丹成功率，但需要5种500年份的药材，而驻颜丹能让人容颜不老，则需要3种1000年灵药。陈老，可知哪里能寻到这些药材？我抱着一丝希望问道。有啊，秘境瑶池。周护法嘿嘿一笑，又收了我100元时，才神神秘秘地告诉我，秘境瑶池上古大能留下的洞天符纸，里面长满了1000年甚至万年的灵药，但其入口有强大禁制，100年才开启一次，而且只允许铸简浩基期修士进入。上次开启是99年前了，准确来说，3个月后，秘境瑶池就要再次开启了。周护法说道。3个月后，我心中一动，不过里面危险重重，不但有3、4级的妖兽，甚至还有5、6级的。他补充道：1000年灵药，大量妖兽。我闻言，表面故作担忧，内心却早已乐开了花。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宝地啊！你要参加？周护法见我如此爽快，反倒有些诧异，不怕那些凶狠的妖兽？怕？我随口胡扯，不过只要小心应对，总能找到应对之法。其实我心里想的是，那可都是一枚枚行走的元丹啊！好吧，3个月后，凌霄峰顶集合，周护法不再多言，离开炎阳峰。我心情大好，得知秘境瑶池的消息，此行不虚，但我必须为这次行动做好万全准备，不光要防妖兽，更要防其他宗门的修士，特别是与我们楚国向来不和的魏国皇室。回到洞府，我开始着手破解之前得到的古文字。5个时辰后，我终于弄明白了，那黑色令牌名为乾坤挪移令，是一种用于超远距离传送的古法器，而上面的文字竟来自遥远的无尽海域。难道寒霜山的传送阵能直接通往那里？一想到无尽海域广袤无垠的大海和数之不尽的妖兽，我心中便一阵火热。至于那张与慕容雪、路遥一同在古墓得到的黄符纸，上面记载的丹方更是让我震惊。减号造化丹能强化灵根，让废柴变天才，但这丹方所需的材料也堪称逆天：3种1000年灵药、5颗5行属性的7级巅峰妖丹，以及5到7级巅峰的妖魂。7级巅峰妖兽那可是元婴修士才能抗衡的存在。我苦笑着将丹方收起，看来这事只能以后再想了。接下来的3个月，我订购了8万张空白符纸，全身心投入到画符、操练阵法和祭炼法器中。3个月后，我带着500张雷刺符和数千张终极符，信心满满的前往凌霄峰山顶，已聚集了49名弟子，最低都是筑基中期修为。不久，炎阳峰的周伯通护法和一位麻衣小老头一同飞来，那小老头竟是门内结丹后期的太上护法孙武。孙武护法给每人分发了用于储存灵药的布袋秘境瑶池的地图预检，以及能在10里内感应同门的法器戒指。他再三叮嘱园内凶险，要相互帮助，不得自相残害。随后，他祭出一个巨大的黄皮葫芦，载着我们51名弟子，化作一道青光向东疾驰而去，那速度比我的岩浆湖快了几10倍。10天后，我们在2座高山前的空地停下，山谷中弥漫着紫色的剧毒雾气，据说连元婴修士都能融化。这里就是秘境瑶池的入口。不久，万寿门和玄天宗的人也相继赶到。在玄天宗的队伍里，我惊喜地看到了我的爱妻慕容雪。4年不见，她已是铸简浩基后期。我们远远对视一眼，交换了一个安心的微笑。最后，一艘巨大的飞天木船载着魏国皇室的人马到来，为首的是一位结丹巅峰的老将军，他们统一身着黑色盔甲，法力波动不凡。其中一位没穿盔甲的白袍女子，容貌绝美，修为已至铸简浩基巅峰。老将军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她身旁，身份显然不简单。又等了2天，毒雾终于散去，4位结丹护法合力打开了山谷中央石碑上的传送门。我随着人流冲入金门，眼前白光一闪，便来到了一片广阔的荒地平原。这里灵气浓郁，但按照护法所说，边缘区灵药稀少，必须尽快深入。园内禁止飞行，我只能施展乘风诀，朝着远处的磅礴高山奔去。跑了小半天，远处突然传来嘟嘟嘟的声响，2辆造型奇特的4轮载具正朝我冲来，速度比我的乘风诀还快。车上是2个身穿黑甲的魏国修士，一脸不怀好意，他们想直接将我撞倒。我身形一闪躲开，他们却停下车，一
胖一瘦，手持法器，狞笑着将我围住。小子，乖乖交出财物，给你个痛快。你们的载具不错，我看上了。我平静地说道。找打！胖修士怒吼一声，挥舞着钩子扑了过来。我取出火龙短剑与他对打，同时甩出100张冰锥符，将他们2人笼罩。胖修士祭出一口银钟防御，瘦修士则用3面盾牌护身。我抓住机会，催动火龙巨剑，一剑刺破银钟，击中了胖修士的身体。瘦修士见状，吓得转身就跑，也被我一剑将其击败。我收走他们的乾坤袋和残骸，开始研究起那奇特的载有。原来是用原石驱动，踩下踏板就能跑，比乘风绝快多了，还不耗费自身法力。我坐上载具，一脚将踏板踩到底，嗖的一声，朝着远处疾驰而去。第二天，我开着从魏国修士那抢来的载具，一路向秘境瑶池中层区域飞驰。别说，这荒原上还真有不少好东西。我陆续发现了10株400-500年份的灵药。没过多久，一片绿洲出现在眼前，有绿洲必有灵脉，说不定里面宝贝更多。我当即调转方向，冲了进去。一进绿洲，我就感觉到了妖兽的气息。果然，没走多远，500多只3级妖兽红甲蟹就从一个地洞里爬了出来。换做别人可能已经吓跑了，但在我眼里，这可是500枚行走的元丹啊！我熟练的布下4象阵，将他们全部困住。轰！随着阵法启动，成片的红甲蟹被撞倒，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全军覆没。我收了500枚3级元丹，继续深入。在绿洲中心的一座清澈湖泊旁，我发现了一颗接着2颗灰色果实的铁树。这铁果能强化肉身，可是好东西。但湖底潜伏着2只4级妖兽，我假装没发现，悄悄在湖边布下4象阵。砰！我刚走进湖边，2只巨大的蛤蟆就破水而出，向我扑来。原来是铁蛤蟆，看着气息，一只4级，一只更是达到了4级巅峰。我立刻启动4象阵，将它们困住。但这2只蛤蟆显然吃了不少铁果，肉身坚硬无比，4象阵竟奈何不了它们。既然如此，那就上雷刺符。滋滋，2道紫色闪电轰在它们肚皮上，也仅仅是留下一片模糊的痕迹，竟然没倒。我心中一惊，再次祭出2张雷刺符，对准他们之前的伤口狠狠轰去。这一次，他们终于没能扛住，惨叫着倒地不起了。我收集了那只4级巅峰公蛤蟆的妖兽本源减号，正好是水属性，可以用来升级我的4象阵减号。又吃了那2颗铁果，只感觉一股强大的药力在体内流淌。在绿洲里又搜刮了一天，收获了30多株灵药和30多只3级妖兽的残骸后，我终于离开了这片区域。这期间，铁果的药力也被我逐渐炼化，肉身强度大增。现在我感觉能一拳打倒一个铸减号、击减号后期修士。第3天，我进入了秘境瑶池的中层区域，这里山峦起伏，丛林茂密，妖兽也更加强大。没走多久，我就在一处池塘边发现了3朵800年份的巨源花，这可是炼制凝神丹的主药。正要采摘，一头4级巅峰的火熊从旁边的山洞里冲了出来，正好火属性妖兽本源，我的4象阵就差这个。吃了铁果后，我的力量大增，一脚就将火熊踹飞。它皮糙肉厚，爬起来还想扑我，被我用冰灵剑一顿猛砍，最后施展擎天剑诀，一剑结果了它，收了妖兽本源和残骸。我正要去采巨源花，2只岩羽树却从林中袭来，我随手2道电弧将其击溃。一个身穿灰衣的光头青年从林中走出，万寿门的人，我认出他是铸减号级巅峰修为。来者不善，交出财物，少吃苦头。他狞笑着，祭出2把红色飞刀，我直接甩出50张冰锥符，他连忙祭出一面3角盾牌抵挡。这盾牌是顶阶法器，冰锥符奈何不了他。他又放出一头3级的绿影豹，速度极快，一个不慎我就被他撞飞出去。找打！我冷哼一声，拍上2张极速符，在躲过飞刀和绿影豹的又一轮攻击后，我瞅准机会，一拳轰爆了绿影豹的脑袋。你竟敢伤我灵宠！光头青年气急配练，我懒得废话，直接祭出1张雷刺符，轰的一声，他的3角盾牌应声破碎，整个人被轰飞出去，口中溢出红丝，趁你病要你命。我没给他任何机会，又1张雷刺符甩出，直接击中了他的胸膛，搜刮了他的乾坤袋，收获不错，800多块原石，60多株灵药，炼制固元轮丹的药材竟然凑齐了。第6天，我在一条小溪旁击杀了一头4级巅峰的青木狸，终于凑齐了金木水火4种属性的4级巅峰妖兽本源，是时候找个地方好好升级一下我的4象阵了。就在这时，一声道兄救命传来，一个胖胖的绿衣女修正朝我跑来，她戒指上的光芒显示是药王谷的同门。她身后一个玄天宗的黑衣男子正不紧不慢地追击着。道兄还要对我不利，我们一起对付他。女修云长气喘吁吁地说。我让云长用弓箭骚扰，自己则准备祭出雷刺符偷袭。黑衣人被箭矢骚扰的不耐烦，祭出一面青铜镜防御。机会来了，可就在我准备动手时，一把月牙匕首竟凭空出现，刺中了黑衣人的要害。一个身穿黑甲的刀疤脸男子从黑衣人倒下的影子里钻了出来，减号铸减号级巅峰魏国修士，他精通暗杀，而且毫不犹豫地朝我攻了过来。我急忙用白骨杖挡住他致命的一击，强大的力量将他震退数步。法宝！刀疤脸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白骨杖，眼神里满是贪婪和惊疑。他大概在猜我是不是某个结丹大佬的宝贝徒弟，不然怎么年纪轻轻就有法宝？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甩出100张终极百雀符，上万只火鸟铺天盖地的朝他扑去。刀疤脸瞬间变了脸色，身形急闪，同时挥舞匕首，划出一道道黑线，精准的击散袭来的火鸟。旁边的云长也没闲着，拉开银弓，箭矢如雨，从侧面夹击。一时间，刀疤脸陷入了手忙脚乱的被动防御中。眼看百雀符的灵力快耗尽了，我毫不犹豫又甩出100张冰锥符。该死，这么多符！他咒骂着，从一个红色葫芦里喷出滚滚紫色妖火，融化了冰刺。就是现在，我只见雷光一闪，一张雷刺符悄然激发，紫色闪电划破长空，在他全力操控妖火的瞬间，精准的贯穿了他的胸膛。咔嚓一声，他身上的黑甲应声碎裂，整个人抽搐着倒地，瞪大的双眼里写满了不甘。高上阶符，云长惊得合不拢嘴。我平静的走过去，收走
2个乾坤袋，再用伪装成布袋的炼妖壶将2具残骸吸了进去。是，道兄，你收残骸干嘛？云长一脸不解。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这个，能换不少原石。我随口胡诌。道兄，你别走啊，带上我吧，我们联手肯定能采到更多灵药。见我要走，云长急忙喊道：“你太菜了！”我摇头拒绝，带这个拖油瓶只会影响我解决妖兽炼丹的效率。等等，道兄，他不死心的又叫住我，我有个好情报，那边20里外有个小山谷，里面肯定有大量灵药，就是里面有一团怪异的白色雾气，还会吞法器，我不敢进去。哦，会吞法器的雾气，这倒有点意思。我记下方向，跟他告别后，便自顾自的离开了，找了个隐蔽的树洞，我布下阵法，开始清点战利品。好家伙，2个乾坤袋里原石加起来2000多块，灵药近100株，黑衣人的袋子里竟然还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玄铁晶，这可是炼制法宝的上等材料，连结丹修士都得眼馋。刀疤脸的袋子里除了原石灵药，还有一把顶阶法器月牙匕首和一本高级法术减号幽影盾，这法术能化身为影，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刺杀神技。我花了2天时间将幽影盾学会，又用新收集的4种4级巅峰妖兽本源把4象阵重新炼制了一遍。如今我的4象阵足以对抗5级妖兽，一切准备就绪。我直奔云长所说的小山谷，刚一靠近，一团白雾就飘了出来，拦住我的去路。我打出一发炎弹术试探，他竟轻松避开，还扭曲变形，模仿我的动作。云晶，我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个名字，这可是天地灵气凝聚而成的宝贝，炼制法宝的绝佳材料。看这灵智，至少是1000年级别的。我灵机一动，学着村里熊孩子的样子，跟着他又蹦又跳，最后还冲他拍了拍屁股，然后转身就跑。果然，这小东西被激怒了，呼呼怪叫着追了上来。我心中暗喜，将他引到开阔地，猛地一个急停，4象阵气脱手而出，轰！大阵瞬间将他困住，任他如何冲撞都无法逃脱。我不断用原石加持阵法，耗了他足足2个时辰，终于他累得不动了。我用真火将他逼住，成功捕获，收了这1000年云晶。我满心欢喜地返回山谷，一进谷，我彻底惊呆了。谷内有一口灵泉，周围长满了灵草灵花，起码有200多株，其中1000年灵药就有25株，发财了！我赶紧将所有灵药采摘一空，凝神丹和驻颜丹的材料这下全凑齐了。第14天，我深入了秘境瑶池的中心区，万年灵药没见到，倒是碰上了一头5级妖兽青光鼠。我用刚学会的幽影盾化作一道影子潜伏过去，趁他捕杀一头麻花豹后放松警惕的瞬间，一匕首击中了他的脖颈。重伤的青光鼠在我的4象阵里没撑多久就倒下了。我喜滋滋地挖出了他体内的妖丹，这玩意儿能换2000多块原石呢。第18天，我终于在一座被藤蔓包裹的小山里发现了异常，藤蔓深处竟有一道金光时隐时现。我展开藤蔓，发现一个被禁制守护的隐蔽山洞，破开禁制，眼前的一幕让我惊的声音都有些颤抖。金雷竹石窟内，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液体。一座灵泉旁，3株丈许高的金色竹子通体泛光，竹节上闪烁着细小的金色电弧。这可是传说中由万年天雷竹蜕变而成的神木，炼制法宝的绝品材料。我激动地挖了2根，正要挖第3根时，数十道冰刺从洞口爆射而来。我险险躲开，一个身披白袍的冷艳女子出现在洞口，竟然是她，魏国那位公主姬瑶光。把我魏国的宝物交出来，她冷冷地说道：“到我手里的就是我的，我寸步不让，找打！”她怒了，数百根冰刺疯狂射向我，我甩出50张火龙符轻松挡下。她又想用寒冰牢笼困我，也被我躲开。你的符箓不过如此。她冷笑着祭出一张上阶锋刃符，我不敢怠慢，同样掏出一张雷刺符对了上去，2股力量碰撞，双双被震退。还有，我趁她不备，又一张雷刺符出手。她脸色一变，急忙祭出一块白色玉佩，玉佩化作护盾，竟弹开了我的雷击。法宝！我心中一惊，这女人果然有2下子，报上名来。我不与无名之辈交手，我随口炸她：“魏国公主姬瑶光，你又是何人？敢抢我魏国宝物，不怕被我魏国皇室追杀吗？”她恶狠狠地威胁道：“不告诉你。”我简单回了一句，气得她直跳脚。姬瑶光气急败坏，猛地一挥手，一口青光闪烁的长剑直刺我的咽喉。又一件法宝，我不由得惊叹，这公主身上的宝贝还真多。我不敢大意，急忙挥舞白骨杖格挡。叮叮叮，法宝碰撞，火星四溅。她的剑法凌厉刁钻，招招致命，但我的白骨杖材质更胜一筹，每次都稳稳挡住。2人一时竟僵持不下，受死！她怒喝一声，剑气席卷而来，我也不甘示弱，白骨杖眼眶中射出2道紫光，与剑气轰然相撞，双双被震退。眼看久攻不下，姬瑶光一拍乾坤袋，一具威风凛凛的猴形傀儡出现在我眼前。5级傀儡，我大吃一惊，这玩意儿堪比结丹初期修士，你的好运到头了！他得意地笑了起来。我当机立断，4象阵气脱手而出，金光闪过，巨大的阵法屏障瞬间将他和傀儡一同笼罩。吼！傀儡一拳轰在屏障上，光芒四射，却未能撼动分毫。你有傀儡，我有阵法。我冷哼一声，全力催动阵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象阵灵咆哮着冲向傀儡，姬瑶光则祭出白色玉佩护住自身。砰砰砰！猴形傀儡在阵灵的围攻下节节败退，身上开始出现裂痕。该死的小人！姬瑶光见状心疼不已，咬牙取出一张白色符箓减号法旨，那威力比慕容雪用过的还要强。危险！我毫不犹豫，10张雷刺符瞬间悬浮身前。这么多上阶符，姬瑶光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疯狂催动法旨，化作一把银白巨锤，狠狠砸向我的阵法。轰！阵法屏障应声破碎。但就在此时，我催动的10道紫色闪电也同时轰在了巨锤之上。最终，法旨被击退，化作符箓飞回他手中，而我的10张雷刺符也消耗殆尽。这都伤不到他。他看着毫发无损的我，彻底慌了，没别的底牌了，那你就可以上路了。我冷笑着，再次掏出5张雷刺符。混蛋，他还有！姬瑶光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收回破损的傀儡，掏出一张青色符箓，3条巨大的木藤破土而出，将他包裹着遁入地底。小人，你给我等着！魏国不会放过你的！地底传来他充满恨意的声音。高级木盾符，我暗骂一声可惜，这女人保命的玩意儿还真不少。既然追不上了，我麻利地挖走最后一根金雷竹，迅速溜之大吉。第25天，我找了个隐蔽山洞，用这几天猎杀的4头5级妖兽的妖兽本源，再次强化了4象阵。如今就算碰上6级妖兽，我也能过上2招了。刚出山洞，就感应到不远处有打斗声，我心中一喜，凑过去想捡个漏，却看到一个蓝衣女子正在和一条巨大的绿色蜈蚣缠斗。慕容雪竟然是我的爱妻，那蜈蚣是5级妖兽，她明显有些力不从
从心。我二话不说，一张雷刺符甩了过去，直接将蜈蚣电翻在地。秦羽、慕容雪又惊又喜，爱妻莫慌。我朗声一笑，祭出强化后的四象阵，将蜈蚣困住。四象阵灵疯狂绞杀，慕容雪也趁机催动一面金色古镜，一道金光射出，瞬间将蜈蚣烧成了灰烬。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来中心区！我走到他身边，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师傅给了我好多宝贝，他甜甜一笑，然后告诉我，他就是为了探查一个秘密山洞，才惹上了这蜈蚣。秘密山洞，灵药，我顿时来了兴趣。在慕容雪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被隐山阵掩盖的山洞前，进入其中，走了2-3里，一个宽敞的地下石窟呈现在眼前。天啊，这么多灵药！我们俩同时惊呼出声。石窟中央是一座泛着幽蓝光泽的灵药泉，四周长满了成片的灵药，足有600多株，1000年份的就上百株。我们迅速将灵药采摘一空，然后就在这灵气浓郁的灵药泉里，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双修生活。在合欢养气功和灵药泉的双重加持下，我们的修为突飞猛进。第29天，我们双双突破到了筑基巅峰。给你的，我将一根金雷竹递给慕容雪，炼制法宝用，防身。第30天，玉简发光，秘境瑶池即将关闭。慕容雪捏碎玉简先行离开，我也随之后。刚一出来，就看到魏国那位老将军带着鸡瑶光，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你门下弟子抢了我魏国的宝物！老将军直指着我，声色俱厉。孙武护法一步上前，将我护在身后，霸气回应：抢到了，就是他的。眼看就要动手，玄天宗和万寿门的护法也站了过来，摆明了是帮我。老将军一看形势不对，只能恨恨地瞪我一眼，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回宗后，上缴灵药，我采集的900多株灵药再次震惊全场。我挑了456株，其中包含了凝神丹、驻颜丹和造化丹的所有材料。接下来的几天，我闭关炼丹。驻颜丹、凝神丹相继出炉，我又炼制了一套玄土阵，将洞府牢牢护住。丹药功法安全的环境，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闭关冲击金丹了。我盘膝而坐，将精气神调整至巅峰，是时候了。我深吸一口气，一枚凝神丹入口即化，温热的药力瞬间涌入丹田，丹田内3颗真元丹液开始缓缓融合。与此同时，杂物堂前，宋远桥护法正带着一批新弟子登记。宋道兄，今年的苗子不错啊！负责接待的前护法笑着迎了上来。还行。宋远桥点点头。就在这时，有弟子指着远处惊呼：“护法快看，那是什么？”众人抬头望去，只见百里之外，天穹乌云汇聚，雷光闪烁。这是有人在结丹。前护法失声惊呼：“什么？”新弟子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对他们来说，结丹期可是传说中的存在。宋远桥和前护法对视一眼，留下新弟子后，双双化作流光，朝异象之处飞去。此时，我的洞府上空，巨大的灵气漩涡正在形成。咦，这好像是秦道帝的洞府啊！赶来的前护法忽然想起了什么，满脸不可思议。他要结丹了？可他不是才进宗门几年吗？哪个秦道帝？宋远桥一脸茫然。就是你几年前带回来的那个，叫秦羽。不可能！宋远桥反应过来，几年时间从炼气到结丹，这怎么可能？就在他们争论不休时，轰的一声，一道红色光柱从我的洞府中冲天而起，直破云霄。片刻后，乌云消散，洞府内一颗丈许大小的金红色超级金丹悬浮在我面前，随后化作一道流光，没入我的丹田。结丹成功！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奔流不息的法力，欣喜若狂。诸位，离去吧，我还要稳固境界。我用扩音术传出声音，围观的弟子纷纷散去，好像真是秦道帝，不对，是秦前辈了。前护法感慨万千。众人走后，我正准备炼化剩下的妖兽元丹，一股磅礴的气息骤然降临。结丹后期，我心中一凛，起身开门，只见一位白袍中年男子正含笑望着我。在下东方朔，不知这位道弟如何称呼？东方朔，掌门道兄。我连忙行礼。在下秦羽，见过掌门道兄。哈哈哈，原来是秦道弟，恭喜了。东方朔笑声爽朗。在掌门的紫霄峰上，我得知自己已晋升为宗门第8位护法，拿到了一块金闪闪的护法令。凭借此令，我不仅可以随意出入传法阁第3层，还能在核心地带开辟自己的山峰。我马不停蹄地赶往传法阁，凭借护法令，轻松进入了第3层的一间神秘石室。书架上只有7部功法，无一例外，全都能修炼到元婴圆满。一番挑选，我最终选择了太初道典。说来也巧，这竟是我之前修炼的9变龙象功的完整版。此功法每突破1层，法力便比同阶雄厚2倍，简直逆天。复制了功法，我立刻回洞府闭关。1个月后，我不仅成功更换了功法，修为也稳固在了结丹初期。接下来就是炼制本命法宝了。我布下太初道典附带的独门炼气秘术融灵阵，将盐水晶、玄铁晶、万年云晶等顶级材料一一投入其中，耗时1个多月，一件暗红色的葫芦法宝终于成型。我以金元认主，迫不及待地想试试它的神通。我将白骨杖击出，葫芦口喷出一团红色云雾，竟瞬间将白骨杖的灵性剥夺，缩小后卷入壶中。我惊呆了，这葫芦竟继承了万年云晶吞噬法宝的特性。我心念一动，葫芦又将哭踢杖喷了出来。我定睛一看，白骨杖不仅灵性大增，连原主人的心神印记都被抹除了。哈哈哈！我仰天大笑，这简直是逆天神器，以后斗法直接收了对方的法宝，想想都爽。就叫你焚天狐吧。我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就在我准备一鼓作气炼制太初道典核心的飞针法宝时，掌门的传信符到了。紫霄峰上，东方朔眉头紧锁，一脸愁容。道兄何时动怒？我忍不住问道。魏国正是对我们楚国开战了。他叹了口气，就在10天前，赵皇亲自挂帅，显然是要吞并我楚国。我心头一凛，难道是因为我抢了金雷主？道弟你刚结丹，先别去前线。东方朔递给我一个乾坤袋，你去镇守一座新发现的原石矿，务必将原石安全带回。10日后，我抵达了位于边境的原石矿脉，这里也有结丹初期的魏征道兄和5名筑基弟子镇守。了解情况后，我并未闲着，此地靠近边境，局势不稳。我花了3天时间，炼制了一套顶阶法器级别的5行锁天阵，在矿谷原有的2重防护之上，又加了一道保险，3阵叠加，就算结丹后期来了，也得脱层皮。布置好阵法后，我看了看地图，发现原石矿离魔兽古林不远，与其干坐着，不如去猎杀些妖兽炼丹。我身上的存货都吃光了，说干就干，我化作一道遁光，直奔魔兽古林。如今我已是结丹期，目标自然是5、6级的高阶妖兽。没多久，我在一处诡异的墨绿色池塘边，感应到了一头6级妖兽的气息。砰！水面炸开，一头10余丈长的黑水龟冲了出来，张口就朝我喷出数枚妖元
弹，我施展幽影盾轻松躲过，随即布下4项阵将他困住。这大家伙的妖兽本源正好可以用来强化我的阵法。黑水龟在阵中横冲直撞，但我的4项阵也不是吃素的。我本想用焚天弧试试，结果这玩意儿只对法器有效。无奈之下，我只好祭出白骨杖，紫光爆射，黑水龟被打得连连惨叫。再加上4项阵灵的围攻，没过多久，这头6级妖兽便一命呜呼。我熟练的卸下龟壳，收集妖兽本源，再用炼妖壶将残骸炼成1枚6级元丹。直到傍晚，我才带着1天的收获返回矿洞。接下来的3个月，我过上了2点一线的生活，白天猎杀妖兽，晚上监督采矿，日子过得相当充实。这天，我正在山林里溜达，发现5、6级的妖兽越来越难找了。轰隆隆，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飞上高空一看，几十里外天象大变，难道有7级妖兽在度化行劫？我心头一动，决定去探个究竟，说不定能捡个大便宜。我用幽影盾悄悄摸了过去，却发现是一个绿袍老者正在和一只重伤的6级妖禽赤火鸡激战。原来是趁人之危，我心中暗喜，这赤火鸡的妖兽本源正是我凑齐强化4项阵所需材料的最后一种。我决定坐山观虎斗。那老者祭出2只5级白血纹围攻，自己则用长琴法宝发动音波攻击。本就虚弱的赤火鸡很快就不敌，被白血纹刺穿脖颈而亡。老者喜滋滋的准备料理战利品。不，就在这时，我从他身后现身，一记白骨杖直接洞穿了他的胸膛。他到最后一刻都瞪大着眼睛，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人偷袭。我麻利的搜刮了他身上的乾坤袋和灵兽袋，将他和赤火鸡的残骸都炼成了元丹。4种6级妖兽本源终于凑齐了。我抬头一看，天空的异象还没散去。我四处一扫，竟发现峭壁上有一个闪烁着金光的隐蔽山洞，光芒似乎还和天雷隐隐共鸣。有宝贝！我立刻飞了过去。洞窟深处，3枚巨大的妖兽蛋静静地躺着，中间那枚金光灿灿，流转着雷弧与火焰。原来这里是赤火鸡的巢穴，它刚下完蛋，所以才那么虚弱。这金蛋绝对是变异品种。我二话不说，将3枚蛋全部收走。刚一出洞，天上的乌云就散了。回到石室，我从老者的乾坤袋里翻出了控妖术秘籍和一本御兽心得，正好用来研究怎么孵化这枚金蛋。我用灵药和原石布置了一个简易的孵化箱，滴入本命精华，期待小生命的降生。3个月后，矿脉开采接近尾声。这天，一阵咔咔声将我从打坐中惊醒，金蛋裂开了，砰，蛋壳碎裂，一只毛茸茸的金色小鸡仔跳了出来，还没巴掌大，可爱极了。但这小家伙挑食得很，4灵丸不吃，灵药也不吃，反而冲我喷了几缕火苗。我试着放出丹火，它竟兴奋地跳进去嬉戏玩耍，还把我的丹火给吃了，太不可思议了！这小家伙绝对是变异神兽。我将它收进灵兽袋，刚走出石室，就看到魏征护法一脸焦急地跑来，道弟，大事不好了，宗门出事了。我接过他递来的玉简一看，脸色瞬间阴沉，楚国战败，宗门要集体搬迁了，我们迅速收尾，带着原石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一群魏国修士将山谷团团围住，为首那白袍青年竟然是结丹后期的魏国太子，哈哈哈！原来是你这贼子！太子看到我，狂喜大笑，上次在秘境瑶池欺负我妹妹，今天你插翅难飞了，要没命的是你们！我怒喝一声，启动了早已布下的5行锁天阵，大阵将所有敌人困住，任他们如何攻击都毫发无损。我全力催动阵法，赤红火焰升腾，瞬间将20名筑基修士烧成灰烬。不好，带头的结丹后期老者吕奉大惊，和太子联手猛攻阵法，但我的4项阵灵也不是吃素的。太子，我自爆金丹为你开路。吕奉决然道，想自爆没门！我祭出焚天弧，红雾卷过，直接收了太子的护体法宝，我的法宝。太子惊怒交加，彻底慌了，趁他病要他命。我再次祭出焚天弧，将2人的本命法宝也一并收走。道弟，且慢！魏征护法传音道，留他一命，或许能让赵皇投鼠忌器。我一想也有道理，便将主仆2人生擒，用精绳法器捆了个结结实实。5天后，我们日夜兼程，终于返回了空无一人的药王谷。掌门东方朔正独自站在紫霄峰上，满脸愁容。就在这时，一道盾光落在了亭台之中。